浇水3年功，养肉先养根，这些话都是我们养多肉时最常听到的。但花花觉得与其养根，多肉植物的浇水是最重要的。化水、黑腐、徒长、掉叶子等等其实都与浇水有关。最近新来的粉丝也总是留言问浇水的问题，那么今天关于浇水就再重新介绍一下，比如气温16到25度，平均温度20度左右的时候该怎么浇水。选这个角度是因为15至28度是多肉类植物的最佳生理室温，这也是春秋2季多肉生长旺，夏冬生长不正常的原因。从植物生理学来说，5度是休眠点，所以多肉不长；13度是最低生长需求点，所以多肉长势缓慢；15度是恢复生长最低点。按这个生长值点来说，因长势慢需水就必须少。而能稳定在15至25度时，从生理生长来说，已达正常生长要求，可以正常浇水。但又要考虑到室内通风环境差对水分蒸速的影响，室外干得快，室内干得慢，因此就是生长期的多肉来说，正常浇水不是放肆浇水，还是有些注意事项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说正文之前，花花提个问题，90%的肉友都觉得浇水难，那么最大的难点在哪里？1、16度到25度的多肉浇水原则。1、干透浇透，不干不浇。所谓肉要多晒太阳少浇水，少浇水不是指一次浇一点水，而是指浇水的时间间隔要长，要到土干透才能浇水。到底什么叫做干透浇透呢？方法很简单，你把你的手摸到花盆里面去按住，用点力气按住土壤10秒钟，你感觉土壤表面非常的干燥，不仅如此，而且土壤底部还没有潮气传上来，这个才能代表彻底干透。很多花友看到盆土表面干了，就以为它干透了，其实里面都是湿的，所以一定要用手按住10秒，感觉没有潮气才是干透。干透了才能代表你的多肉可以浇水了。2、阴雨天不浇水。阴雨天空气湿度、土壤湿度都很大，以满足肉对水分的需求，再浇水就容易腐根。如果刚好多肉需要浇水，又下雨了，建议把多肉拿出去淋雨，一方面可以排除土壤中的废气，不会烂根化水，另一方面雨水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，对多肉成长有好处。3、浇水的时间。如果是25度以下的话，那么早、中、晚其实都可以浇水。早上和中午浇水的好处是不容易产生积水，一天下来大部分都挥发掉了。晚上浇水好处是，即使浇水到夜心，也不用担心阳光照射产生的晒伤问题。4、气温在25度时，湿度大，多肉可以浇水吗？湿度大的时候，多肉不需要浇水。湿度大的逻辑和阴雨天是一样的，因为空气湿度大，有些气生根就能吸收到水分，而且湿度大了，多肉挥发的水分也会减少，所以即使现在盆土有些干了，也没有关系。记住一点，多肉植物很少是因为干旱而死的，所以宁干勿湿也是这个道理。2、16度到25度多肉怎么浇水？1、幼年期多肉植物浇水。幼年期指的是多肉叶插苗、刚买的小颗多肉，还有在扶盆期的多肉，都可以归为这一类。这类多肉的浇水可以使用喷雾法，比如20度左右的天气，如果空气干燥的话，可能1周2次就可以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根据时间来判断浇水，要根据盆土以及多肉的状态来判断。2、成熟的多肉浇水。成熟多肉植物的浇水频率没有统一标准，它取决于植物品种、土壤环境湿度及其他因素。一般来说，在植物积极生长季节应多浇水，多肉进入半休眠的季节，则应该少浇水。对于那种间隔多久给多肉浇水1次的建议，花花一直都是嗤之以鼻，因为间隔是因人的养护大环境而定的，比如花盆的大小，比如盆土的比例，比如气温，比如湿度，比如通风环境等等。但有一点，适当延长浇水间隔，可以促使根系长得更加强健。所以花花建议成熟的多肉植物的浇水频率不必一成不变，但是最好还是有份大致的时间表。3、16度到25度天气浇水不当引发的问题。
1、浇水不足。如果出现以下情况，多肉植物可能存在浇水不足的问题。比如上面的叶片变得又干又脆，整个植物都枯萎了，到了这一步就很难救活了。如果很多叶片的叶尖枯萎，也可能是浇水不足，这个时候可以用水轻轻喷洒多肉植物1到5天，这个时间可以让它们过渡到正常的浇水程序。切记不要一次大量浇水，这样可能会长破多肉植物的肚皮，有些多肉植物开裂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等植物适应变化后，逐渐增加浇水量，但是要达到原本的浇水计划的话，估计要1至3周的时间。2、浇水过多。虽然说16度到25度的天气比较安全，但是也不要大意，因为这个温度的天气可能某一天就突然到达30度，这个时候如果浇水多了，就是化水的必要条件了，再挽救也来不及。除了突然温度高以外，如果是室内养多肉，或者在光照不足的地方养护，浇水过多的话，大部分多数容易长成豆芽菜，或者摊大饼，也或者穿裙子。所以徒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浇水多了，因为室内环境毕竟没有路养的通风环境好，水分也就没那么快蒸发，所以如果室内浇水，可以比室外的浇水时间多加2天。比如你室外打算第5天的时候浇水的话，那么室内就第7天的时候浇水。片头的时候提起的问题，花花认为浇水最大的难点在于环境突变。你那里现在多少度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也可以给你一些浇水建议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多多转发、点赞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